好的，接下来要介绍呢，第3个有关教学设计的时候呢，可以考量的理论，就是知识整合理论。那基本上知识整合理论呢，它是从建构主义这个学派过来的哈，然后它非常强调就是说呢，如果要帮助学生进行一些深度理解跟学习的话呢，要从学生既有的概念着手，因为学生他对于某一些比较艰深的学科，像学生在学科学的时候，他很多的概念跟理解呢，是从他日常生活经验而来，是片段不一致的一些想法。可是我们教学的时候呢，不能不去看学生这些想法，因为这些想法就是他根深蒂固，他会一开始就会这样子想的想法。我们不能说假装他们不存在，然后就进行我们自己的教学哦。那他强调说，我们的教学应该要帮学生呢，从他原本的概念，像是一个 building blocks 一样哈，慢慢发展变成是一个，比如说在科学上就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也就是说，学生要能够对他自己的先辈知识跟他要学的知识进行一些整合，这是所谓的知识整合。那知识整合呢，因为他既然强调就是要从学生的既有的先辈知识着手，所以他提出了一个知识整合的一个教学模式，有4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说呢，教学一开始的时候呢，需要先引出学生的想法，因为如果不引出学生的想法，学生他就没有意识到他原来怎么想的。那或许他在学你教给他新的概念的时候，他可能是单纯的就是现在知道了，然后回去之后他又原来概念又跑出来，或者他就是没有做全面的整合的一个理解所以他强调说，教学第一步骤一定要引出学生的想法，再从学生这个原本的想法里面呢，帮助学生扩增一个新的想法。比如说，学生经由一些实验或者是一些模拟来了解，或者是从一些网络的搜寻、一些页面上去学习一些新的想法跟知识。好，现在问题来了，学生学了新的知识，可是他原来的知识也在，那所以教学者呢，第3个步骤应该要帮助学生去审视说，现在有这么多不同的想法，包含他原本的想法。那这些想法彼此之间有一些想法可能是比较有效的就是说比较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你原来的想法或许可能你觉得很好用，可能问题是他在帮你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卡卡的这样。所以在第3个阶段，我们要帮学生说区分有一些想法是比较能解决问题的、有效的，或者是说你可以说它是比较正确的这样子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说他能够把这个新学到的想法连接到日常生活当中反思，那意思就是他能够真的把这个东西整合到他原来的概念当中。那事实上，知识整合这个提出来的教学模式呢，其实也可以把它变成3个步骤就是如大家画面看到右边这个就是第一个步骤就是引出学生的想法，第2个步骤呢就是扩增新想法，然后第3个步骤就让学生反思跟应用，简化成3个步骤也可以。那如果简化成这3个步骤的话呢，就很像大家过去曾经听过很著名的所谓的 POE 教学模式嘛。P 就是 predict， 让学生先预测，然后预测完了之后呢，再让他进行观察，就是观察比如说实验的进行或是一些模拟那就是第2步骤，然后再一的部分就是解释的部分那事实上把这2个对比起来是非常一致的预测就很像是先引出学生的想法，然后他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扩增学生新的想法，然后最后让学生在解释他原来的那个现象的时候呢，就是让学生反思跟应用的部分。所以其实不同的一个理论，它最后呢都建议的就是很类似的教学模式，也就是我们教学的时候最好是希望能够从学生既有的一个想法开始再慢慢下去那这边就举几个例子跟大家分享比如说这个是其实是我们之前翻译了就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汉分校的一个课程，是有关于温度与热这个课程这样子那它是要教学生中学生，大概是5到8年级的学生就是有关于不同物质它的热传导速率会不会不一样这样子。那与其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直接讲述不如先
就是知识整合告诉我们要先从学生的想法着手，所以我们的课程第一个步骤就是先请他去预测说，如果一个巧克力放在3种不同材质的金属棒上面，然后加热同样的那个热量的话，基本哪一个会先融化？这样，请他先预测。这个步骤就是为了要引出学生的想法，然后再呢引出来了之后呢，让学生实际进行观察，或是实际进行实验，也可以是虚拟实验帮助他扩增他新的想法。实验结束之后呢，再让学生再去解释或者是反思他原来的想法有没有需要修正的地方这样子呢，基本上它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但是它可以告诉我们说，怎么样透过这样子一整个过程，帮助学生他的学习是奠基在他原来的想法之上。那这边的话呢，也让大家想一下，就是说知识整合理论，它其实特别是针对某一些学科，是希望学生能够进行一些就是整合性的学科概念的一些学习的时候，可以用到的部分。那大家也可以再想一下说，知识整合理论它适用的时机还有哪一些？以这个小节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一句话来谈知识整合理论的话，它基本上就是强调教学的设计要由学生的既有概念着手，然后帮助学生进行他的一个概念的整合跟学习。